你们知道吗？一个刚刚爆红的男演员接到一部戏的时候，主动把片酬从1200万砍到350万，整整让出去850万。这不是绯闻，也不是炒作，这是真实发生在张凌赫身上的事。一个正在往上冲的顶流，为什么要把到手的钱往外推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因为如果你回到10年前，你会发现眼前这个五官精致、身高1.88米的男人，曾经胖到将近200斤，胖到大学同学在路上碰见他，直接没认出来，胖到他喜欢的女孩当面拒绝了他。张凌赫原名张家伟，1997年出生在江苏无锡。他不是科班出身，高考数学182分，满分200，是那种典型的语 quote 别人家的孩子语 quote。一路读到南京师范大学电气工程专业，人生规划清清楚楚，毕业进国家电网，当一名工程师。他还加入了学校的航空航天协会。说真的，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理工男，最后会站在聚光灯下？改变是从那个夏天开始的。被老同学认错，被喜欢的女孩拒绝之后，张家伟做了一个决定，一个夏天减掉25斤。没有捷径，就是控制饮食，加上每天跑步。你猜怎么着？就是这场脱胎换骨的转变，让一位星探注意到了他。命运的齿轮就这样悄悄转动了。早期，他的粉丝给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语 quote 汉斯语 quote， 呼应他电气工程专业里学过的电焊。这个名字用了很多年，直到2021年8月，因为一次事件，粉丝们把名字改成了语 quote 核桃语 quote。核桃壳硬，内瓤却松脆，寓意坚韧、圆润、包容。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今天。而真正让张凌赫这个名字从语 quote 业内认识语 quote 变成语 quote 全网都认识语 quote 的，是2026年3月开播的《逐玉》。这部剧有多炸？开播不到1周，腾讯站内热度突破3万1，创下平台纪录。爱奇艺同步破万，成为国内首部双平台同时破万的联播剧。它成了第一部登上 Netflix 全球非英语剧集榜前10的华语剧，一上榜就是第6名，连续4周没有掉出榜单。豆瓣开分7.8，一路涨到8.4。但这些数字的背后，藏着一个业内人士都直呼语 quote 看不懂语 quote 的决定。张凌赫接下男主角谢峥这个角色的时候，片酬只有350万，而他上一部戏《爱你》的片酬是1200万。女主角田曦薇更狠，只拿了300万。两个人的片酬加起来，占整部剧4亿投资的比例还不到2%。这笔钱去哪了？全砸进了制作里。女主家那间肉铺，案板、铁钩全是淘来的旧物件。男主的貂裘，光是皮料就换了7、8种才定下来。剧组花3个月，在横店硬生生搭出一条200米长的明代市井长街。如果你也觉得这种把钱让给作品本身的选择，在今天的娱乐圈已经很少见了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而张凌赫本人也没有在片酬上耍嘴皮子。为了贴近谢峥这个语 quote 病弱喉业语 quote 又语 quote 杀伐果断语 quote 的双重人设，他减重15斤，却在零下的天气里坚持穿着40斤的真甲完成骑马、打戏、寒冬实拍，拒绝用替身。观众后来发现，这个一直靠颜值出圈的男孩，这一次是真的把脸藏进了角色里。可就在剧还没播出之前，一场嘲讽已经先一步到来。网友嫌他战场妆容太厚，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语 quote 粉底液将军语 quote。铺天盖地的调侃，换成任何一个刚要起飞的演员，可能都会急着解释。但张凌赫没有，他没有回应一句，只是加练武打身段，用后来那些浑身血污、风尘仆仆的战损镜头替自己说话。事实证明，观众要的从来不是解释，而是作品。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的，其实是走红之后的另一面。张凌赫曾经因为安全问题，一晚上被迫换了5次酒店，被人跟踪的滋味，不是每个人都懂。而他面对这种情况的态度，始终是克制、低调，几乎从不公开抱怨。名气这个东西，给了他聚光灯，也给了他黑暗里的尾随者。评论区告诉我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面对这种失去隐私的生活？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当被要求给自己的演技打分，
张凌赫没有顺势说什么与 quote 尽力了与 quote 还需要努力与 quote 这种场面话，他只给了自己6分，满分10分。他说这是对自己诚实。在一个人人都习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业里，这种诚实反而显得格外扎眼。直到多年后，大家才更清楚地看懂张凌赫这个人。私底下，他喜欢打游戏，情绪需要放松的时候会听张学友的歌。到今天为止，他从未公开承认过恋爱关系。镜头前，他是那个眼神里全是戏的与 quote 战神与 quote。镜头后，他更像一个安静、内向，把自己的生活关得很紧的普通人。从200斤到1.88米的荧幕型男，从被喜欢的人拒绝，到被全网追着问与 quote 你谈恋爱了吗与 quote， 从与 quote 汉斯与 quote 到与 quote 核桃与 quote， 从1200万到350万，张凌赫这一路走得比任何剧本都戏剧化。而这个故事最讽刺也最动人的地方在于，一个曾经因为长相不够出众，一次次被现实拒绝的男孩，最后却偏偏是凭借那张脸被全世界记住了。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拨，就会发现，真正改变张凌赫命运的，从来都不是颜值，而是他的选择。很多人总以为一个演员能够走红，是因为运气好、资源好，或者天生条件好。可真正了解他的经历之后，你会发现他在人生最关键的几个路口，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。别人拼命争取更高的片酬，他却愿意主动降低自己的报价，只为了获得一次出演好作品的机会。别人害怕失败，害怕没有曝光，他却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打磨角色、研究人物身上。他明白，一个演员真正值钱的，从来不是今天拿到了多少钱，而是明天还有没有人愿意继续找你演戏。这种看似与 quote 吃亏与 quote 的选择，在短时间内或许并不会带来回报，甚至还会让人觉得他太傻、太不会算账。但时间最终证明，真正聪明的人往往都愿意把眼光放得更远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作品积累的是口碑，角色沉淀的是信任，而信任才是演员职业生涯里最宝贵的财富。更令人感慨的是，那个曾经因为外貌而遭受质疑的年轻人，并没有让这些否定变成自己的枷锁。他没有急着证明别人错了，而是选择不断提升自己，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表演，慢慢改变观众对他的认知。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他时，人们记住的早已不仅仅是一张英俊的脸，而是一个能够赋予角色生命，让观众产生共鸣的演员。这也是为什么真正优秀的人从来不是赢在起点，而是赢在每一次面对选择时的坚持。他们愿意忍受无人问津的日子，也愿意接受短暂的利益损失，只为了换来未来更大的可能。所以，张凌赫真正打动人的地方，并不是逆袭本身，而是在漫长的20年里，他始终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真正决定一个人高度的，不是别人给你的机会，而是你是否愿意为了那个机会，付出别人不愿付出的代价。好的作品从来不会辜负那些真正舍得付出的人，时间也从来不会亏待那些始终坚持长期主义的人。或许这就是张凌赫用20年时间交出的最好答案。我们下期见。